好，昨天赖清德请了5院院长，那说呢，5个指头并在一起，拳头就不要有力量，分散就没有力量然后又念什么佛经，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当时想说，因就是你啊，因他当然意思说，因是你们立法院是砍预算，因是你赖清德不愿意承认朝小野大，不愿意协调嘛。柯文哲一协调就讲那个柯建铭就讲2-3个钟头，那是协商什么东西呢？本来党团协调就是说我国民党提这个案子，民主党提这个案子，那你民进党提这个案子说，这个酸太多，你要讲，你通通不讲啊，有这样的政党协商的，这很奇怪啊，所以赖清德说啊，菩萨为因，因到底怎么造成的？因果怎么今天会这么乱？那不就是你不承认朝野大吗？你不跟在野党沟通吗？对不对？然后你要去搞那个限速法的这个释宪。你再补提几个大法官，你补提7个，只要2个过了就够了嘛。你就是不提，这也很奇怪啊。为什么不提呢？补提有什么困难呢？沟通一下嘛，蓝白哪些你们推荐的人，哪些我推荐的人，大家来讨论一下。原来8个都是你的，原来一共15个大法官，8个就是蔡英文的。你现在这7个，就算都是在野党的，你也赢啊。更何况也不可能，在野党不可能这样要求嘛。你这7个里面，大家讨论一下，还是你占多数啊？就是不补提，这很奇怪吗 ？NCC 委员不是一样吗？现在有3个，那差1个就过半了，也不补提啊。那然后你说为什么这么乱？那这个很奇怪，你按照程序该提的你也不提，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故意让它乱吗？那韩国瑜当时就说，你总预算不要来复议了啦，你用追加预算的方式啦。然后呢，这个吴世还笑他，说你对不对？还笑他，你复议啊，选罢法也是说不要来复议了。结果选罢法已经就过了，复议就过了嘛，对不对？那总预算说不要复议，复议你也不会过嘛，你是想什么东西呢？你复议会过吗？韩国瑜提出来说，你就觉得哪些预算不够，你就送来追加预算，它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你就可以送来我们讨论一下就好了嘛。然后来，那你现在就硬不干，硬不肯，硬要用复议用释宪，这很奇怪啊。那所以呢，韩国瑜就说你总统要制止恶霸嘛，你这罢免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你黄国昌已经讲了，民进党开中常会的时候，你就说民间团体我管不到，但是呢，至少民进党的公职员不要去介入，不要去加入。那这样的话也表示你一个态度，也不肯，还去笑黄国昌，管好你自己党的事情了。所以黄国昌被逼的说，好了，我要动员，我要找了400个人要去这个反这个绿卫兵等等等等。整个我就真的不懂就是说你这个政治是这样搞的吗？大家搞政治搞了一辈子，政治不是这样，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是一个妥协的艺术，互让一步的艺术嘛。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大家打整个妥协，不是应该这样子吗？好吧，他说并拢5根手指还有力量希望国和万事兴。国和万事兴有一个当家不闹事啊，对不对？那你是带着头在搞，然后呢，这个送韩国一个叫做红花响杯了5个了，因为表示5院。韩国瑜其实也带了一个法兰茨的和平鸽，说那个议程太紧凑，韩国瑜送不出就带回立法院了。换句话说，韩国瑜没办法那韩国瑜当然讲了，说你这个罢免这有道理吗？我选上有51%，我罢免25%，其实韩国瑜不完全正确的。如果3个候选人可能不要51%了，赖清德就40%就当选了是说我罢免的票比当选的低，而且低很多。当选可能基本上大概9万票，罢免大概6万票，2/3所以呢，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当选要这么多票，罢免票那么少，合理吗？这不合理嘛？那好吧，我们看一下。一字排开现身媒体镜头前，谁也没有比谁走得更前面。赖总统启动我国宪政史上首次院际协调，总统时不时也跟韩国瑜谈笑，气氛融洽。5院就像5根手指，各有其功能，5指并拢才有力量。国内各政党要一心为国，5院更必须相互尊重宪法赋予各院的职权。动用职权盼凝聚朝野共识，以推动国政，选择院际协调而非朝野对话。总统仍向蓝白喊话：民主国家政党之间是竞合，而不是零和。无论我们是什么立场，都要以人民为主，以民主为本。
总统府准备的礼盒也有巧思，送给5位院长的是花开富贵5福临门奖杯，5个红花奖杯象征五权分立、5院合作、5院团结。我也跟赖总统希望他以民进党党主席、执政党主席的身份，能够呼吁各方停止恶性的大罢免这样的一个政治活动跟诉求。赖清德总统说，一样佛家的话，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希望因跟果之间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总统是表达说，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为是那个敬畏的畏，大家齐聚一堂，坐在这边，就是为了要解决那个因，来避免这个大家不希望的果。院际协调创下历史，但后续朝野能否实质互信，否则难免沦为个走过场。基本上我们刚才讨论就是说台积电整个细盾啊，跟整个人才外流的问题，这是台湾现在经济跟所有的人才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可是我们赖总统他其实没有准备，他基本上他醉心于国内的这种政争，他这种跟川普跟这种两岸这种整体的经济情势，他一点都不在意，他也没有准备，竟然派一个次长要去跟美国谈，所以你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一个斗鸡的一个总统嘛。怎么看呢？我们看到其实5院我们本来还是有一丝的期待，就是如果5院院纪，然后你在当下顺着韩国瑜院长讲的，就是放下大罢免时代，请用这个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说，那我们大罢免在现在就为止，就不要再往前了。他基本上他还有他总统的高度，就不是你看到他不是送这个杯子吗？他叫感觉好像慈悲，他想要表达他很慈悲，他不是看起来变悲剧啊。你把台湾民众、台湾民主搞得这么混乱，从慈悲马上变成一个悲剧，然后你说你要五子并荣，说大家要有融洽，大家要往前走，结果你不是五子并荣，你是把这个五子合起来变拳头，奏向在野的力量，奏向台湾的民主。你就让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部分嘛，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3大观察点。你讲出菩萨为因，这个众生为果，意思就是说你看格凶啦。你感觉好像菩萨，你看得到因，这个因就是为了这个总预算，然后果就是为了这个整个总预算才有这个大罢免时代。你这2个层次嘛，第一个你觉得你离开格凶，你比较有智慧，你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在整个大罢免，你等于说现在大罢免就是我想要成为的成果嘛，我就要大罢免怎么样？因为你们总预算这样搞嘛，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成果，我这刚好而已。第二个。你在中常会，你身为一个民进党的主席，你竟然没有踩刹车，你还在播影片添柴火，继续把这个大罢免跟公民团体的柴火添。更夸张的是第3个，新北市的民进党竟然发出个公函说，所有各层级民进党的民意代表，通通给我参与罢免。通通给我联署，里长也好，市议员也好，你通通给我加入联署。你党主席没有踩刹车，你还踩油门，所以大家会觉得是什么？你是玩2手嘛？基本上你在讲说朝野和解啊，大家要好好的针对这些国家的前进的议题，结果你一手其实是朝着在野，是背刺，是希望这个大罢免时代的来临。所以我们讲到的就是说。整个赖清德他从他的院际协调一路到他中常会的发言，只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察点，只要他一天没有跟在野的各自的领袖，不管是台湾民众党的黄国昌主席，还是国民党的主席，你一天没有跟这些朝野来坐下来好好谈，然后你一天没有当成一个民进党的主席说，我们大罢免到此为止，不要再搞了，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的2手策略。来，伟山。是，我们看到川普都已经出招了，代表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集权阵营跟民主阵营基本上现在已经分庭抗礼，都已经在互相在交锋了。然后现在国民党的选择是还是跟中国站在一起，还是在搞乱台湾，还是在消灭中华民国的路上？好，我们看到光这一次的总预算没有办法
真正的去如实的去落实，就会让台湾空转。现在已经2月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总预算案才能够实际上执行。我们要知道，当时在立法院的院内，大家真的都是随便提案、随便举手。为什么到现在立法院没有办法送出去？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数字其实对不起来的。今天王宏威还说什么啊？这个主计总处不认真啦，没有好好算。可是问题是，当时在乱举手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吗？很多的部会哦，他可能同时有好几个提案，有些要删除1000万，有些删除3000万，有些要冻结5000万。那请问这些最后都举手3读通过？请问我们的行政院到底要按照哪一个版本去做处理呢？没有办法嘛，所以照理来说，你还是要回到院内，回到立法院内重新去讨论嘛。所以昨天才有这个5院会商，当然最主要希望可以跟韩国瑜做个沟通啦。毕竟这个立法院的院长应该这个高度是有的，那也有办法去影响这个国民党的党团跟民众党的党团，应该要来重新针对这个预算做一个讨论嘛。你不能让国家空转嘛，因为民生很重要啊。国民党现在一直在说啊，我们这个接下来的会期为因应大罢免要来推民生法案，当然很好啊，我们一起来推民生，民生最重要。可是问题是你今天就没有预算可以做嘛？你怎么推民生法案？你即便去推了，也无法去执行啊，所以不能说空话。所以昨天总统才说啊，重点其实是这个因，而不是果。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果，而是把因处理好，后续的事情都不会发生。那最重要还是大家要团结啦，在此时此刻台湾就是欠缺团结。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昨天5院这个赖清德总统邀请他们，韩国瑜有没有提出来说不要提总预算复议的？你提来也不会过嘛，你提来复议都不会过嘛，那你提干嘛呢？说干脆你追加预算好了嘛，因为钱还是我删掉的钱还是在你那边呢，并不是删掉以后蓝白拿去分呢，你还是在民进党手里嘛，就是说我删掉你再编预算出来嘛，对不对？追加预算，我觉得韩国瑜这个方法其实是可行的啦，啊。但是呢，这个韩国瑜说呢，不要对总预算提复议啊。那王宏威也是说呢，要协商，追加预算提出来再协商。你总是要协商，你都不协商，你搞什么鬼啊？啊，再给你个机会来协商。黄国昌说，提追加预算也要看内容是什么，不是说你提追加预算我们就给你过。如果你还是继续养网军，我一样否决你啊！宣传费弄得半天都养一堆网军啊。然后呢，选举时候来打我们，那我怎么会给你过呢？所以要看你预算的内容是什么，本来就是这样嘛，一定要是看内容了哈。那民进党说，不管什么追加预算的，支持行政院复议，行政院也不会过啊，你复议哪个案子过了？今天行政院已经提的3个复议案在立法院都被封杀掉了，你人不够嘛，你复议有什么用呢？我也不懂啊，民进党喜欢复议啊。林楚英就是你看看，韩国瑜怕了。叫行政不要提复议了，是做贼心虚的。我讲这话都很无聊了哈。你复议嘛？你复议来看会不会在立法会会不会过嘛？那周荣泰说什么叫我不要提复议？我有责任啊，有义务要提出来，我怎么能不提呢？我当然要提啦。好吧，我们看一下。强调是和和气气会商，但既然闭门来谈，很多话说的直白，先从总预算开始。那我也承诺，我们在本周末之前。会送出立法院大门到行政院，我特别承诺他们，我会带回来之后，跟我们朝野之间的党团来协商。总统已经提请2院的院长进行协商，我也再一次要求这个呼吁行政院不要提出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复议案。所以在这个不提复议案的前提之下，能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路？总统也特别提请，相信。以韩院长的智慧以韩院长的高度，以韩院长过去在国会的历练，一定是可以取得3党的共识呢。赖总统的意思是要用总预算来换大罢免吗？两者之间一夕间似乎变成选择题，因为前一天总统赖清德召集5院院长会商，会中一句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被解读因指的是总预算案，果则是大罢免，就让在野听不下去。真正倒因为果的人，恐怕是赖清德总统自己。好好冷静的想一想，发动大罢免从头到尾是谁在做的事情？不就是你们民进党在做的事没有？然后你把总预算案，把它因果颠倒跟罢免案扯上关系，
所以大家不要再上当了。民众党总统泰会中则表示，追加减预算程序有法规限制，而且如果立院没共识，追加预算也不会通过。如果行政院追加预算的内容是要继续去养网军这种预算追加的，一样还是会被否决。在野持保留态度，朝野休战，看来还有难度。好，媒体说这是哭穷的连续剧。国民党说卓荣泰把复议当饭吃，每次就送来复议，没错，都不会过。他只要把这个程序走完那卓荣泰说有私讯韩国瑜了，说你们这个总预算送出以前希望能够全盘讨论了。如果有朝野协商，我也有意愿亲自出席了。柯建铭虽然朝野协商的时候都在那边乱闹，我愿意出席了。你们如果有朝野协商的话，那到底怎样？你注意看了，他讲的什么因果？不要忘了，这个是柯建铭自己承认，大罢免是他发动的，就在去年1月13日选完之后2天，15号他就讲了，希望民众党8席起义来归不起义来归，他就大罢免了。他讲的他讲的，这里面有图，都看得这么清楚，所以这个跟这个因在这里那去年的事情呢。去年15号就种下这个因了，我选不赢，民众党也不来支持我就要大罢免，就很清楚了。第二个，刚才我们的代发言人讲的，哇，这个红帽子一顶一顶送真的有够天才，会想这么多，有办法呢送红帽子我告诉你，现在问题还没送出去，主要是主计总处故意的撤走。他不算，你刚刚讲说，哎呀，我这个3、5千万、3000万、1000万，我取什么？法定的很清楚，取最高的5千、3000、1000就是5000，这个清清楚楚的事情清清楚楚。怎么办呢？好，第三个，你说没钱用，怎么没钱用呢？历来有史以来总预算最高的，怎么会没有钱用？你告诉我，怎么会没有钱用？有史以来最高的第3个、第4个，我还在讲，砍的预算多不多？扣掉台电的1000亿。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就砍3%多一点，3.3左右，在陈水扁那个时代就砍3.1，也是嘲笑也大。为什么陈水扁就没有这样哭穷说没钱现在赖清德说没钱这没钱不过这次冻结的特别多让我讲完，好，冻结特别多如果不让他解冻，没办法。你要好意思讲？冻结的话，报告就结束了，有的还书面报告就结束，那加强监督就很容易解冻。但以现在这种蓝绿这么冲突的状况，我也不认为会解冻。我觉得不会解冻。让我讲完，你刚刚讲话我都天人不顺，我都没有回应这好，那我全部讲完。冻结的事情，各位，他只要报告就解冻了，99%以上都解冻，很少说冻结以后然后变删掉了。过去有一个那个人叫赖清德，民进党干事长的时候，他冻结公示，后来就等于把它删掉。只有赖清德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其他很少，基本上都是来就是给你报告了，书面报告、口头报告就结束了。所以国家没有空转钱这么多。跟各位报告，总预算这2天会送出去。今天韩国瑜在立法院碰到我的时候，当面跟我讲：“是宝兄，你放心。”总预算这2天就送走了，那所以现在讲哭穷的都很奇怪总预算都还没有送，他怎么会没有钱用呢？先踹了蛋就这个单位想说大概没有钱的，所以我开始其实这一切就是为了大罢免。卓荣他也知道，他提复议案绝对不会过，复议案不能够说局部复议，不可以比如说苏华部认为被砍了20亿，他觉得很痛，提他不行。它是一包的一个案子，总预算全部提，我就是重新来，这个我们绝对封杀。但是韩国瑜很有诚意去那里，虽然是5个打1个，他很有诚意的提了解方，追加预算追加预算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谈，什么地方你觉得真的你动不了，我们再来想办法，是不是可以支持？那洪国昌说。要认真审查，当然要认真审查，不是说你提了就过，但最少他提出一个解方，不会让他们这样子。我再强调一遍，钱是有史以来最多钱的，怎么会没有钱可以用？怎么会配合中共？这跟中共什么关系他第一个，他可以留用，有些是可以留用的第二个，留用不行，有预备金嘛，
再的不行就追加预算，他还是有招了，他不是通通没有了。老沈，主持人，我刻意列了一个表啊，就昨天这个总统的鬼扯淡这一招啊，做一个一目了然的解释。因为今天的媒体，我看各方的解读啊，有不够周全，或者是根本就是误导的地方啊。我觉得昨天这个是赖清德误用了宪法，给他唯一的剩下的一条路。本来这个院际协商不是为这个目的的，是五院之间有问题。这个不是啊，这个是朝野立法院跟行政院有问题啊。但是而且一般总统的这个协商是说院跟院之间有纠纷，马上把五院都找来。还有这个五院里头，除了立法院以外，通通是蓝的嘛。所以说蓝跟绿的比啊，都是绿的嘛。所以包括总统在内是5-1嘛，是5绿1蓝呢。所以呢，我事先就向韩国瑜院长喊话，我说你们可以冷笑话呢，你平时都喜欢讲金句。你这次去了少讲金句，所以昨天的金句都是赖清德讲的。赖清德讲了2个金句，一个就是说五子并拢才有利。我讲听了这些，我就觉得怪怪的，所以我在家里拼命做实验了，说我这个到底是这样才有利，还是这样才有利？你们试试看，你们都试试看，你们误会哦，他的并拢并不是握拳哦，他有比哦，就是五子这样。这样就没有力量了。我跟你讲你什么时候会这个样子？游泳，第一个是游泳，第二个呢是碰到一个水池有水啊，你渴得要命，你没有杯子捞，你后坠，这个国语怎么讲？捞水嘛。那行并拢，要不然水就漏过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在处理液体或者处理气体的时候要并拢，其他的地方都要分开的。你不管是爬树。韩国瑜昨天没有反应，韩国瑜心里头在想：哎呀，我爬树是用并拢还是分开？韩国瑜爬树最有名啊，爬树、抓小鸡、抱孙子都是分开的，抱爱人也是分开的。你有没有回想，你第一次抱女朋友是怎么抱？有这样抱吗？有这样抱吗？所以他是胡说八道。我跟你讲，没有人类天生为什么手指头要长得这么分开，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够做工啊。并拢就完蛋了。你试试看，你去做什么？你做什么？并拢就是立正站好嘛，他就希望你立正站好来做事，他民主独裁，他最开心。第2个金句啊，就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然后因消，国就自然云淡风轻。很厉害他讲到这里，戛然而止，不讲了他留一个尾巴，就是说因没有了你所担心的大罢免就没事了。他不讲，他自己不讲因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韩国瑜昨天的表现其实是不错的，但是我后来还是觉得他有一点满憨。那我今天想来想去也还可以，因为他说好了，那我去协商，那我去也许你们可以追加预算，我觉得是给薄啊，你知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中泰不敢提追加预算，为什么？因为提的太少了原来你一点痛苦都没有啊，怎么只有几项呢？原来你是给靠山的人嘛但是他如果提的太多了，那朝野又是从原点开始又打混了。所以我跟你讲，他就是复议为什么复议明知不会过又要提呢？这是一个过场嘛，因为他志不在此。那韩国瑜昨天最大的一个漏洞，一个纰漏，就是当赖清德强调那个因，然后故弄玄虚，就因就不讲了。韩国瑜自己解释，那个因是总预算啊，他就讲这种，那我承诺我来处理，错了，怎么会是总预算呢？不是总预算，他的因就是朝小野大，但是昨天最遗憾的就在座就10多个人啊，因为每个院都2个人以上没有一个人讲朝小野大那4个字。你看他在讲到这个比例的时候，韩国瑜讲这个51%对25%，这讲个人选票的百分比可以这个没有什么错，但是这个是格局太小了。今天你总统为什么要叫大家来开会？是这个62-51这11票，其次了，那个才重要啊。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人，你看没有人，大家都避谈这个因，这个因是什么？因是朝小野大。所以昨天演完了以后，再下来就风起云涌大罢免，然后再来呢就解散部分国会，再来呢不留学的政变，再来呢朝大野小，
这个才是整个过程嘛，就清澈呀，就清澈。但是这个不容易达到了。但是他们心目中是心目中想啊，因为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他这个也是很非常挫折感很大的，因为潘孟安讲过啊，这个样子难道就要一路到2028都要这样吗？他们一想投资大，那你就要协商嘛。不是为什么但是他已经达到还有几个目的了第一个就是说，立法院这次很多新科本来预算还要砍的，要罢免，现在不敢讲话了，好几个都不太讲话，退缩了因为本来新科议员是磨刀霍霍的新科议员都是磨刀霍霍的这次就比较乖了。第一个，第二个，大罢免会期，立法院还有心在立法院吗？立法委员都要回去顾选区啦，所以那个立法院一定很多时候常常唱空城不是都是双北呢？那个中南部委员来一次多麻烦他要回去顾那立法院他还讨论什么议题呢？第三个，立法院现在也不扯什么弊案光电的弊案疫苗的弊案鸡蛋的弊案口罩的弊案都不提那个现在只是想说要怎么罢免不罢免搞这个东西了。民进党达到他的目的不是没有但是我告诉你，真的要达到要换政权不容易了。第一个，为什么那些人不谈朝小伟大？那4个月怎么会谈朝小伟大？他知道你最忌讳这个事韩国瑜不提，没有人会提不是昨天其他的院都去当布景的，我知道嘛，做陪衬的，所以他们不会提朝小伟大嘛。那我再算一次，民进党一定要罢掉国民党6个，而且6席他都当选，他才过半，不可能的，他才有这个过半的席次嘛，对不对？那怎么可能呢？你6个就算把国民党罢免掉，还要重选不是罢掉就是你罢免比当选容易你罢掉他以后容易你还有那些6个选区，国民党都不会当选，不可能嘛？那国民党也会罢你对不对？你觉得如果这还是朝小伟大，赖清德如何自处？那没办法，那他就承认。平常想看要表态，他现在就要，我觉得他应该要。他现在说不是我搞的所以怎么我表什么态呢？你等着看，最好他进来了。不管怎样，你要真的要干掉6席了国民党，因为白的没有区域嘛，要跟他6席，而且都是你，很不容易嘛，怎么有可能？你看，那你搞了半天，你搞什么呢？劳师动众，对不对？你何必呢？最后你只要少掉1席，就是少了。你是当5席，你都是少，没有办法，立法表决你就是输，这就是这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